昨夜见这般激烈，夫君真是被这狐媚子的骚身子勾了去。世子爷到。夫君，你怎么来了？昨夜你眼含春水，令我一时失了分寸。想来现下定腿根酸软，步履难稳。多谢夫君。夫君，不将你抱到床上，为夫如何替你宽衣解带，亲自上药？崔一楚，你机关算尽，攥在手里的一切，此时我必会一点点尽数剥夺你的命，我要连皮带骨嚼碎了咽下去。昨夜他们那般激烈，他若发现我身上一点痕迹都没有，定会穿帮。夫君，青天白日的，实在凶人。不然这样吧，等到暮色四合时，你再帮妾身可好？夫君为何这般看妾身？宜初昨夜大胆撩人，倒与白日的你不似同一人。莫非你有个双胞胎妹妹？自是没有。谁？宜初，怎么唤我夫君？崔宜初因婚前世真无法生育，便买下我做贴身丫鬟。他故意下药，把我送上赵玄佑的床，哄骗我臣子，不替我求得贵贱的可最终我却被生生剖腹取死，虐待致死。近日府里面盗蜀菜，想来是柜子里面进了老鼠，夫君不必在意。别！你好生休息。夫君，你我并无血缘，我却待你如亲妹。昨夜之事，我也不愿再追究。只是我与世子成婚第2日，他便离京征战，昨夜才回府。他既已将你认作我，也不知你的存在。若此时发现真相，还会对你心生不满。此后每每入夜，你便代替我去伺候世子爷。倘若你能够顺利怀孕产子的话，那时我定为你向世子亲口求情，哪怕世子会迁怒于我，我也一定会为你力保一个贵妾的名分。玉言多谢小姐，玉言一定会好好照顾世子爷的。要杀崔宜初，就得用好赵玄佑这把刀，待他爱上咬烂崔宜初的骨，再撕烂这张画皮，让他的爱变成我的肾，狠狠地剜向崔宜初的咽喉。对了，小姐，你可否把你的消肿膏药赠与玉莹？昨晚世子爷把玉莹折腾得不轻，玉莹实在是……小姐早已圆房，自是明白的。我自然明白，但你切莫把你娘在勾栏妓院取悦男人那一套用在世子身上，这样实在是有损我国公府嫡女的颜面。小姐放心，玉言定会向小姐学习，不会再让世子爷像昨晚那般对我急不可耐，还逼玉莹做出那些
羞于启齿的姿势，将我折腾到天明。你不知廉耻的浪货，你还敢反抗？小姐待我如亲妹，你一贱女却敢这般待我，眼里可还有小姐？得意忘形，见义为主，胆大包天！夫人救我！玉莹，周妈妈毕竟是国公府老人，就算是奴婢，你也不能如此对待她。前世今夜，赵玄佑会留宿静怡娘主，此时倒可以利用一番，搓一准周妈妈，保住你们一个都跑不了。小姐，其实是玉莹前几日意外撞见周妈妈她暗中收了静怡娘一枚玉镯，那静怡娘自打进入王府之后，就与小姐处处作对，周妈妈却与她私相授受，不知意欲为何。夫人明鉴，老奴没收那镯子，老奴对你是忠心耿耿啊！我自是信你，先下去处理伤口。是。小姐，想来是玉莹关心则乱了，想必周妈妈她也不会为了那点好处就背叛了你。况且世子爷心中只你一人，难不成周妈妈还能让世子爷去宠幸那静怡娘不成？行了，此事莫要再提，你就只管用心假扮好我，莫让世子发现就行。是。夫人，不好了，世子爷今夜要去那静怡娘院中。想必周妈妈她也不会为了那点好处就背叛了你，难不成周妈妈还能让世子爷去宠幸那静怡娘不成？贱奴！哎呀，夫人，小姐不必动怒，玉莹倒是有法子，可以帮小姐把世子爷给抢回来。当真？玉莹愿尽力为小姐一试。你怎么来了？今日扫了夫君的兴致，特来负荆请罪。什么意思？请狠狠地惩罚我吧。我确实要用这小皮鞭好好的惩罚你。只要也肯原谅我，怎么惩罚都行，我都甘之如饴。勾人的小妖精，爷怎么舍得真的罚你？爷当真不会罚我吗？我可不信，除非爷写下来。你崔姨初自诩国公府嫡女，清高不可一世，因我舞姬出身，便百般羞辱。原来背地里竟如此放浪，虚伪至极。你给我等着！
小姐，今日虽是老夫人的忌日，但你莫要太难过了。玉莹昨夜求的世子爷答应今日来上香祭拜。真的？玉莹担忧小姐在府中祭拜仙母，遭人非议。待今日世子爷亲自来祭拜，往后定不会再有人敢胡来编排此事了。只是什么？小姐恕罪，昨夜玉莹虽留住了世子爷，但似乎却惹恼了那静姨娘。玉莹担心她会来找小姐不痛快。切，一个卑贱舞姬还能给本世子妃找什么不痛快？你们把这些东西都搬进去。好戏开始了。放肆！谁让你们把这些下作玩意儿送过来的？姐姐莫要动怒，这些都是妹妹特意准备的，好向姐姐虚心讨教呢。讨教？妹妹虽是舞姬出身，但王府礼教森严，远不如姐姐这般会伺候男人。没想到国公府嫡女竟也会这些下作法子，莫不是跟你那死了的母亲学？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！往日你拿我身份多番瞧不起我，背地里却不知羞耻，狐媚勾人。一牌坊装什么清高？你给我来人！把他给我拖出去，大罚了，卖到窑子里面去！我看谁敢！我是王爷义女，就算是世子爷，也不敢强制将我逐出府去。日后你再敢拿我的身份轻贱于我，我定叫你好看！安然，把这些下作东西都给我扔出去烧了！是。小姐，你这脸怎么了？莫不是被那静姨娘给打了？还不都怪你！小姐，你这样说的话，玉莹可就要伤心了。莫非小姐没发现，世子爷对木讷守拘的你毫无兴趣吗？世子爷，小姐，你快藏起来！你放肆！我才是世子妃。小姐，我可是为了你好，你以为爷怎会突然愿意来给老夫人上香？你什么意思？自是于满堂缟素中，同他红妆进退。夫君，夫君，上炷香吧。夫君，你瞧，这香灰落在绸缎上，像不像敦煌画里散花的飞天啊？余温灼烫，却不伤人，倒是别有一番趣味。翘出来！
妾身不敢，怕惹夫君嫌弃。小妖精，本世子就喜欢你这勾人样。若你真如往日那般木讷无趣，那才叫我厌弃。夫君，来追妾身呀！村野中杀人诛心，这只是个开始。困？你睡你的，不妨事。贱人！崔遗初，你也有机体。无妨，这谁让你进来叨扰本世子和夫人休息的？回话！奴婢。哎呀，夫君，你莫要怪他，要怪就怪我吧。是我想亲手做一份糕点，带去给外祖母请安的，这才嘱咐丫鬟换妾身的。原来如此啊！夫人辛苦了，还不赶紧过来伺候夫人更衣？是。等等，等等，夫君，怎么了？吩咐下去，切莫让人再进来，打扰了本世子休息。是。小姐，你何故动怒呢？玉莹昨日让世子爷上香，小姐不应该高兴才是吗？你还敢提及此事？夫人，你就跟你们扣兰院的娼妓娘亲一样，就是个天生骚扰、卑贱幼主的烂货。小姐，玉莹昨日所作所为，都是为了小姐你啊！简直荒谬！你如此言行放浪、不知廉耻的勾引侍妻，竟还敢大言不惭的说是为了我！你可知，世子爷从京中好友处听说小姐
尚在闺阁之时，便与外男贤位不举，婚前失贞啊！什么？那世子可曾有说什么？他询问你什么了吗？他又是如何作答的？小姐，你为何要这般激动？难道那传言是真的不成？简直荒谬！如此滑稽之谈，怎可属实？玉莹也是这样觉得的。小姐乃国公府嫡女，自幼便恪守规矩，知礼守节，乃是京中贵女们的典范。便是称赞小姐一句，活贞洁牌坊也不为过的。小姐又怎会做出那般轻佻浮薄、卑逆贞操、丧德败行、仙童浪妇般的与人苟且、暗通款曲、败坏门风、婚前失贞、寡贤廉耻之事呢？对吧，小姐？那传言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还不快说！莫要在这里故意卖弄文采，讨好咱夫人。小姐，你大可安心。既然小姐已经同世子爷圆过房，若小姐真的婚前失贞，那床上定无落红。世子爷又不是傻子，又怎会对小姐这般宠爱有加？只是玉莹与小姐落过2次红，世子爷竟全无疑虑。难道说那传言是真的？那传言本就是无稽之谈，夫人与世子早已圆房。哼，若无落红，那世子又怎会待夫人如此之好？心中只有他一人。是啊，夫人，这小蹄子摆明了东扯西扯，胡言乱语呢。没错，若夫君真信了，昨日又怎会与他那般？夫君已得知那荒谬传言，你却知情不报，如此行径，莫不是要把我当成笑柄戏弄？周妈妈。干什么？哼，有些人的心思啊，全部在那阿扎氏上。既如此，夫人便好心赏你这辣椒水解解馋，体验点别样的快活。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世子爷如今日日都离不了我，若是他发现小姐与我有异样的话，小姐要作何回答呢？日日离不了你，可莫要忘了，在夫君的眼中，你不过是我的替身而已。当初你爬床勾引夫君，我不仅未曾怪你，还费心帮你找出了。可你呢，还妄想爬到我的头上羞辱你！我的好玉莹，你说我该不该罚你啊？不要！不知死活，还敢反抗！哎呦，疼死老婆子了！哎，夫人救命呐，夫人！快把她带下去吧。是啊。我知小姐怨我昨日那番举动，可你只知世子爷不信那流言，却不知悠悠众口，终归是损了他的颜面。玉莹只能想方设法先安抚住世子，这样才能够让他愈发对小姐疼爱有加。当真？绝无虚言。小姐向来温婉和善，又对玉莹疼爱有加，玉莹怎会不知恳切，对小姐不利呢？若不是迫不得已，玉莹也不至于。他向来胆小听话，想来也不敢欺瞒于我，且我还去用他借腹生子，这回便先放他入牢。瞧你被吓的，我的好妹妹，我如此疼爱你，又怎么会忍心真的罚你？你来鬼水了？这鬼水一来，前几日岂不是白让他伺候夫君了？不行，得尽快寻一些促孕的药方，多让他伺候一日，便多一分危险。这几日你好生休息，争取早日怀孕，这样我也能够早日帮你谋得一个贵妾的名分。多谢小姐。万幸这几日恰值我鬼水将至，眼下需尽快弄到避子药，否则一旦怀孕，便会被他送到庄子时，再无翻身的机会。此时偷溜出去买避子药，早些回来，应当不会被发现。这几日
他应该会亲自伺候赵玄勇，那你今夜就好好享受了。夫人，他本就是个不安分的东西，您怎就这么轻易饶了他呢？他是有些小心思，但却是个蠢笨的。我谅他也使不出什么花招来。眼下最主要的是让他赶快怀孕。夫人莫急，老奴近日听闻附近村子有位名医手握神方妙计，一经服用，便是绝经妇人，亦能枯木逢春，一举得子。你此话当真？老奴不敢妄言。此前大夫虽断言夫人伤了根本，无法再孕，但不妨与那小蹄子一同服用，权当为求子添个保障。可立刻去办。是。夫人，这便是你说的秘方。是。快去把世子爷给叫过来。是。夫君。夫人，这就急不可待。哎呀，夫君别急嘛，钟妈妈还在呢。怎么，又想要了？当真？怎么，也不敢尝试吗？有何不可？就怕你这小妖精受不住。爷只管尽兴，遗珠甘之如饴。夫君。夫人这副娇弱模样，倒越发令我想好好欺负一番了。别，不要！无论我如何求饶，也只管杀我。夫人这般心口不一的模样，倒是别有一番情趣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不是你说要玩这些的吗？怎么那么矫情？败兴！好啊，玉莹你个贱人，敢这般算计我，你给我等着！夫君，别走！等等，我怎么觉得你这胸脯还有臀似是小了几分，腰肢反倒粗壮了些，这是何缘故？这无妨。你上次说的姿势是什么来着？哦，金鱼式。来，给为夫试试。该死，我哪知晓什么金鱼式？看来今夜还得让他踢我。夫君，你先别急嘛，让妾身去准备一下。小姐，你的脸怎么又肿了？不是被人给打了吧？你这贱人，亏我还去帮你谋了条出路，可你呢？
你却三番两次暗中耍手段。你若再敢使坏的话，你就休想再替我去伺候世子了。你们在做什么？你们在做什么？夫君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在做什么呀？妾身差奴婢去取新裁的锦衣来，没成想他却给忘了，我这才责怪他几句。一个丫鬟竟然让我觉得有些熟悉。过来。夫君，你当着妾身的面这样，妾身可要吃味了。夫君，春宵苦短，你难道不想去试一试金鱼式吗？今日我已暴露在赵玄佑面前，虽没露脸，但一催一触的性子定会有所动作。本想徐徐图之，如今看来不能再等。等等，夫君，你先别急。你今天晚上怎么回事？夫君莫恼，待妾身把眼睛给你蒙上，再来伺候你，可好？可。夫君，来追妾身啊！夫人，夫人，姐夫，你疯了！完了，全完了！魔人的小妖精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为何夫君是这种反应？难道他早就知晓我让这贱人顶替我的事？我们这般情意绵绵，要是被姐姐知道了，她责罚我的话，该怎么办呢？他若敢欺负你，那我就休了他，宠妾灭妻，可好？那可不成，姐姐那只母老虎，要是知道的话，可不得将人家生吞活剥了呀！调皮，哪有人说自己是母老虎的？夫君，人家玩得正起劲呢。贱人，竟敢故意戏弄我！奇怪，怎么感觉蒙上眼睛，你这胸跟臀都变大了，腰身也纤细了许多。那夫君，你更喜欢哪个我呀？自然是现在的你。讨厌！小妖精，你又要去哪儿？我在这儿呢。也可还满意。你这张小嘴，爷甚是满意。但你为何不早说你来了鬼水？若将此事推到那老钱婆身上，倒是个弄死她的好机会。说了又有何用？周妈妈一心想着爹爹想要我为世子府开枝散叶的事情，恨不得我日日与你欢好，真希望能够早日怀孕，这样就不用再喝那苦死人的汤药。你若不喜欢，
不喝便是。那不是我想不喝就能不喝的。周妈妈，原来是我母亲身边的人，向来拿巧做大惯我。一个奴才，还敢做主子的主不成？可他毕竟是我的陪房，若是爷愿意出手管管，那就好了。那我替你处置了。当真？但他毕竟是你的陪房，我若帮你处理，旁人会觉得我在下你面子。相比起不能与爷整日耳鬓厮磨、肆意温存的痛苦，旁人的眼光又算得了什么？你这小嘴不仅灵巧勾人，还甜得很。可他毕竟是我的陪房，到时候我免不了要给他说几句话。爷只管撵就成。上辈子赵玄友只在府中待了10几日便走了，如今他已对我上心，正是求他多留些时日的好机会。他多留一日，我的复仇计划便多一分胜算。怎么了？我突然想到，你下个月就要离京了，舍不得我？爷不信我，那你听听人家的信，难不难过？那我前几日跟你说我要离开1个月，也没见你说什么。那是当时丫鬟婆子都在，太多人了，哪好意思开口？你能不能多留些时日，陪陪人家？讨厌，你答不答应吗？小妖精，这件事情我说了不算，我先问了，一切等我消息。多谢爷。周妈妈是贱人，还是留不得了？夫人可是担心替身之事败露。那小蹄子虽然心思活络了些，但终究是娼妓所生，眼皮子浅了，翻不出什么花样来。不行，我隐隐约约觉得，再这么让这个贱人和夫君一夜一夜的睡下去，早晚要出事。立刻回府传话，告诉爹，让他等我。我天亮了要回去一趟。是。夫人身边那个周妈妈做事可有什么疏漏吗？世子指的是要把她撵出去，总要有个由头吧？如今内宅的大宗采买都是他负责，下人们的伙食比从前差了不少，但银钱花销却多了1倍。听说周妈妈的儿子在城中开酒馆，县下的宅内菜肉都是从那儿买的。捉贼拿赃，这个不难，这些酒馆都有上家，老奴派人去上家查下账册，便一清二楚了。光有这些还不够，把这件事情牵扯到周妈妈身上，务必办妥。夫人的房间打扫了没有？哎呀，不着急，等一会儿再去打扫。你这个小蹄子，夫人出府你就偷奸耍滑是吧？他每天那么多要求，谁能撑得住啊？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他已经有所行动了。既然他此时不在府中，那我刚好利用昨夜的机会，来个一石二鸟，既能在赵玄佑的面前走明路，镇住崔宜初，令他不敢轻举妄动，又能彻底了结这老奴的狗命。办得不错，你去。谁在哭？宜初。
你先退下。爷，快放开奴婢！夫人今天改换世子爷同丫鬟的花盘子，看样子还是个受了委屈的丫头。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夫人。都说战场刀剑无眼，可偏偏你这招最诛心。你如此费尽心思勾我的魂，叫我如何舍得离京？我自知身份低贱，不配与夫人一起伺候你，只能用那见不得光的法子。往后说我不在了，你可还会想起我？小妖精，演得如此情真意切，险些将我唬了去。爷，有客求见。出去等我。来了。这小蹄子还戴着面纱，看他这模样，应当还没见到世子爷。你擅自跑到书房来做什么？自是勾引世子爷，代替崔姨出，了结你的狗命。反了天了你！休想趁夫人不在勾搭上世子爷！今日我非要好好惩治你这个小骚蹄子不可！周妈妈，我知错了，求你别打我！贱奴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殴打主子！世子爷，这个贱人，她是夫人院中的粗使丫鬟，擅自乱跑侵扰了你，老奴才教训她的。粗使丫鬟？难道是一处戴着面纱，才让这老奴误会？周妈妈，我真是奉了夫人之命来书房送花的。我知你是府里管事，可再怎么着也不能越过夫人去。满嘴胡言，还敢拿夫人做挡箭牌！闭嘴！我自知身份低贱，不配与夫人一起伺候你，只能用那见不得光的法子。往后说我不在，你可还会想起我？你究竟是谁？好在这小蹄子还知道用胎记遮脸。你这里，他虽对假扮崔姨出的我动了情，但以他的性命，绝不能容忍被枕边人欺骗算计。暴露床替一事，还需等他彻底爱上我，方才稳妥。到时再借他的手，给崔姨出致命一击。昨天晚上，夫人在院中训斥的丫鬟是你。是。玉莹本是个孤女，小姐见我可怜，这才将我留在府中。玉莹自知样貌丑陋，所以白日只躲在屋里，不敢出门，只有夜间才会出来伺候小姐。原来是一处的丫鬟，可这眼睛、身形还有声音，简直如出一辙，也难怪我会将她错认成一处。这不要脸的骚蹄子，故意趁夫人离府，弄出这档子事，
定是急不可耐的想攀上世子了。玉莹言行无状，冲撞了世子爷，老奴这就将他赶出府去。这就将他赶出府去。谁给你的狗胆，敢做本世子的主？老奴知错了。世子爷，您千万莫要被这个贱婢勾了魂，他天生不祥，你快远离些，以免沾了晦气。秋言明鉴，玉莹绝非周妈妈口中的不祥之人。讨厌，你答不答应吗？爹，我是疯了不成？怎能又将他当成遗嘱？刚才发生什么事了？他为何答应？刚才发生什么事了？他为何答应？回忆的话，是因为小姐她挂念你，整日忙于政务，劳心伤神，特意嘱咐我搬些花来，给您的书房添些景致。玉莹正要离开时，就遇见了你。玉莹正要往外走时，不知为何，周妈妈突然出现，不由分说的狠狠打我。世子爷，你莫要听他胡扯，夫人今日早早便出了府，绝没有让他搬花到书房这回事。周妈妈，你是否时时刻刻跟在小姐身边伺候，寸步不离？那是自然。那么我想问问你，连小姐同世子爷就寝时，你也在一旁陪同吗？既然没有，那你又凭何而知小姐未曾嘱咐过我？况且今早小姐离府之时，你也未在府中伺候，你凭什么觉得我是在撒谎？你凭什么觉得我是在撒谎？你先前说你自知容貌吓人，白日都躲在房中不敢见人，晚上才出来伺候夫人。那夫人又怎会青天白日偏偏叫你来这儿？自是因为夫人看我可怜，不愿见我整日困于房中，再加上我行事小心谨慎，这才把搬花一事交于我。爷，玉莹不敢扯谎的。世子爷，你莫要听他的鬼话，他平日便惯会偷奸耍滑。周妈妈，我知你是小姐母亲那边的人，身份尊贵，我也知你向来行事嚣张跋扈惯了，连小姐都要事事听你的，可你如今怎敢对爷都扯谎忽悠呢？难不成这世子府的主子是你周妈妈吗？你胡言乱语泼脏水的馊蹄子！老婆子我今日非宰了你不可！周妈妈，我错了，你别打我，我求求你，别打我！没事吧？这怎么回事？别打我！你别打我！冷静，别打我！冷静！别打我！这鞭痕是周妈妈打的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爷，这些伤是玉莹自己摔的。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我何时打你了？好，好得很。来人，把本世子的鞭子拿过来。你来打。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
多谢玉言给玉莹机会，亲自报仇。周妈妈，你随夫人入府1年多以来，不仅对人动过私刑，还中饱私囊，贪没3000多两银子，光是老太君寿宴就吞了足足200多两，你认还是不认？老奴冤枉！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的看清楚！你可还有话说？老奴皆奉夫人之命行事。世子爷若是不信，可等夫人回府后一问便知。我以崔一初的名义让赵玄佑处置，你此刻还拼命搬出他，简直就是自寻死路。证据确凿，还敢攀扯主母，把这婆子绑起来，带上人证物证送往官府。是。既然你是夫人的丫鬟，那我刚才把你错认夫人的事，世子爷放心，此事绝不会有第3人知晓的。他这般之举，我理应高兴才是，为何无端生出几分烦闷？世子爷，夫人回府了。跟上。是，可算是回来了。崔一初，我可太迫不及待看到你知晓一切后的精彩反应。周妈妈，小姐，他们怎么会在一起？夫人看到我和玉莹一同回来，这么惊讶做什么？他连这贱人的名字都知道了。小姐，世子爷已经知晓一切了。这贱人竟背着我暴露替身之事，完了，全完了！夫君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妾身可以解释。妾身可以解释。解释什么？秋叶，莫要怪罪小姐，是玉莹面貌丑陋，不愿立于人前。小姐这才一直未曾告知你玉莹的存在。夫人心善，关心丫鬟，为夫又怎会因为这些小事怪罪？该死的贱人！竟故意诱骗看我出丑！妾身这是关心则乱，怕夫君不悦，怪罪妾身，有甚瞒你？起来吧，你也不用在这伺候了，去把周妈妈唤来。小姐刚回府，怕还不清楚，周妈妈被查出中饱私囊，贪没周公3000多两银子，已经被爷扭送进大牢了。什么？周妈妈定受不住官府那些刑讯逼供的手段，她知晓我一切的秘密和计划。倘若她为求自保，将一切和盘托出，到时便真完了。夫人，那么惊讶做什么？夫人，那么惊讶做什么？没有，夫君，妾身是太过震惊，也深感羞愧。没想到周妈妈背地里居然做出了这种事情。
实在可恨。夫君，那周妈妈是国公府里的老人，知道太多府里的事情，妾身有些担忧。妾身担心她会狗急跳墙，胡乱攀咬，怕是会有损我们国公府和世子府的声誉啊。所以呢？所以啊，夫君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她彻底闭嘴？蠢货，明知赵玄佑醉焰满腹心机，手段狠毒之人，竟还上杆子作死。周妈妈也是府中的老人了，她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夫人就不必多虑了。虽然这周妈妈蠢笨贪婪，但是也有律法严惩，不必赶尽杀绝。夫君说的是。遗初明明就在身旁，可为何他却让我感到如此陌生？玉莹给我的感觉，却更像与我夜夜相伴的人。玉莹给我的感觉，却更像与我夜夜相伴的人。等等，怎么觉得你这胸跟臀好像小了一些，这腰反而粗了，这是何缘故？奇怪，怎么感觉蒙上眼睛，你这胸跟臀都变大了，腰肢也纤细了许多。那夫君更喜欢哪个我呀？那夫君更喜欢哪个我呀？来人，端盆水上来。是。夫君这是？爷，把面纱脱了。夫君，脱了。幸好这贱人还知道往脸上抹东西，遮掩一二。洗，洗。不可！爷，有何不可？这……莫非夫人有事在瞒着我？妾身不敢，只是……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该死的，不能就这么承认！海清爷，我要怪罪小姐。小姐绝非有意隐瞒，其实玉莹脸上不是胎气，而是胎毒。那既然是胎毒，为何不能沾水？早在爷归家之前，小姐就请大夫为玉莹诊治过了，有为江湖游医为玉莹开了一剂药方，以毒攻毒。原本玉莹脸上的胎毒并没有这么大的，实在是因为那药方过于凶猛。不过那位江湖游医言，待我脸上胎毒尽数逼出后，5日便可痊愈。5日便可痊愈。想来算下日子，应该要不了多久。不过在此之前，玉莹脸上不能够碰任何东西，否则的话将会功亏一篑，不仅无法解毒，玉莹的脸也会因为胎毒发作而溃烂致死。还请世子爷怜惜怜惜玉莹吧。既如此，本世子就等着你恢复容貌那日。果然不对，
赵玄又生性多疑，怎会听信了那番多虑的说辞？好在我那句不日便能恢复容貌，吊起了他的兴致。今日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和夫君是怎么一回事？周妈妈又是怎么回事？周妈妈呀，许是她前世坏事做尽，今生才自食恶果吧。毕竟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小姐，你说呢？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。那你和夫君呢？今日一早，我瞧天气不错，便想着去花房看看，谁知道却遇见了静姨娘。静姨娘她有好多时日都没有见到世子爷了，便想借着送花的名义去跟世子爷见上一面。玉莹向来得知小姐和静姨娘不和，又怎会让她真的得逞呢？于是便假借着帮她搬花的名义一同前往，没成想却遇到世子爷，这才得知了身份。如此说来，还真是巧啊。是啊，小姐，玉莹到现在想想都很后怕呢。幸亏今日出门前特意将脸遮了去，还把面纱给戴上了，否则的话，若是被那静姨娘和世子爷看到玉莹的脸，小姐又该如何是好？哼，当初是你主动爬上世子爷的床，我不仅没有责怪你，还去帮你谋得一条出路。即便被他得知了，遭殃的也只会是你，与我有何干系？行了，下去吧。哼。是。夫人，今日桩桩件件，定是那贱人所为，要不要奴婢替您？要不要奴婢替您？不可。若是之前还能悄无声息地处理了他，可是现在夫君已知晓他的存在，不能再轻举妄动了。且现下最急的还是将周妈妈彻底处理干净。拿纸笔来。是。妾身见过世子爷。你来做什么？今日是妾身生辰，可否请爷赏脸，陪我去院中共饮一杯？奴婢见过世子爷，夫人已在院中设好酒菜，请您过去用膳。今日既是你的生辰，那就由管家带你去库房挑件喜欢的玩意儿。走吧。是爷。周妈妈死了。周妈妈死了。周妈妈是国公府老人，妾身担心她会狗急跳墙，胡乱攀咬。夫君可有什么法子能够让她彻底闭嘴？原觉她娇俏纯善，白日只是情急失言，可现在看来，她本就是个手段狠辣之人。这般反差，莫不是我一直都看错了人？爷，夫人该等急了。周妈妈陪在夫人身边多年，如今被押入大牢，想必夫人心里一定很难受。让她好生休息。带路。是。什么？夫君近日被这贱人伺候的舒服着呢，
都从未正眼瞧过那静姨娘，今日为何突生变故？难道是因为周妈妈暗中贪慕，她怨我管家不当，才骤然冷漠？又或是因得知贱人的存在，开始有所怀疑了？周婆子遭毒杀，被人抢先灭口。周妈妈竟然被人抢先毒害了！周妈妈居然被人抢先毒害了！未能亲眼看着那老奴七窍流血，乘川渡浪而亡。原来管家突然出现，跟世子爷说的是周妈妈的事。你说什么？世子爷本都答应来咱们院中，可是管家突然出现，跟他说了2句，他就改了主意。奴婢隐约听到了周妈妈的名字。夫人莫要担忧，世子爷临走前还特意叮嘱奴婢，说周妈妈伺候您多年，想必您心中定也难受，让您早些休息。爷啊，这是体恤您呢。我先前一时着急，暗示夫君杀了周妈妈，当时他就下了令，显然不喜欢我这般狠毒。这会子周妈妈突然被人毒杀，他显然误会是我做的了。眼下夫君误会与我离了心，肯定不能被那贱人钻了空子，不然有朝一日他定会骑到我头上来。御营院再为小姐分忧，御营院再为小姐分忧。你这狐妹子，白日刚折腾完，这会子又要做什么？我与小姐说话，哪轮得到你来插嘴？夫人，你先退下吧。是。哟，替我伺候了几日世子爷，倒是有了几分当家主母的风范呢。小姐，御营与小姐越像，世子爷就越难察觉。小姐应该高兴才是。都到这种时候了，你就别再装了。当真以为那些小心思我不知道呢？御营确有私心。好啊，你终于给我承认了。小姐放心，我从未想过与你相争。世道维艰，身为女子更是命如浮萍。我即将清白身子，给了世子爷，自是想求得妾室的名分。若不能给世子爷做妾，嫁与旁人，未来夫君发现我婚前失贞，定会将我进猪笼，活活淹死。不像小姐国公府贵女，即便没了清白身子，也能嫁高官贵胄啊！你说什么？难道他知道了？你说什么？小姐怎这般激动？预言只是打个比方而已，我已经无路可退，只能尽快想法子怀孕。小姐莫要再猜忌我，以免我们离心，反将外人得了便宜。今日回府时，父亲劝我等她怀孕产子后再处置了她，还特意给了我这颗蛊药，现下倒是个让她服下的好时机。这可是南蛮的特制蛊药，
服用者需要每月按时得到特制解药，倘若得不到的话，这只虫子会随着你的血肉经脉肆意钻行，它会一寸寸的吞噬你的脏腑血肉，直到把你变成了一具森然白骨。小姐，你还是不肯信我吗？你竟说得如此言辞恳切，对我忠心耿耿，那我自然不会不给你解药啊！你又何惧毒发呢？现下，小姐可信我了。好，你快去把我的衣服换上吧。是。崔一初，你煞费苦心求来的蛊药，我定会留着，让你亲自体验体验这被蛊虫噬骨钻心的滋味。爷分明都答应给我用的，怎又突然变了话？今夜这般良机绝不能错过，横竖都要与我共赴巫山云雨。夜色浓重，爷还忙于公务，可真叫妾揪心。不如让妾身再陪爷小酌几杯，给爷解解乏，可好？你若是嗓子不舒服，那便不要饮酒。回吧。爷不想要吗？就让妾身好好伺候你吧。一出。爷，怎么是你？请爷责罚。我责罚你什么？玉爷，适才意外听闻，小姐说周妈妈死了，心中歉疚不安。若非玉莹今日持鞭伤她，她也不会。这件事情与你无关。他是中毒死的。怎会？谁会害周妈妈呢？莫非是有人想暗害爷和小姐？那静怡娘极力勾引我都未曾有半分感觉，为何只是握着她的手，我便浑身燥热？酒量何时这般差劲？他
明知我是崔一初丫鬟，怎么这么……他是妙的，莫非他中药了？爷。大胆贱婢，竟敢勾引世子爷！夫人，崔一初，你3番2次与我争抢世子爷，手段一次比一次下作，你给我等着！哼！爷，不要！真是我多疑了，此前与我同房之人，怎可能是玉莹？二人长得相似，何其正常？更何况，哪个女人会将自己的夫君往外推？爷，不要！我怎会这般冲动的要了他清白之身？小姐做得不错。听闻那静姨娘昨夜回自个儿院子大闹一通，如今何府上下都在看她的笑话。哼，如此满面春光，也不知昨夜缠着夫君要了几回。明明与我长得一模一样，如今看来倒越发比我娇嫩了。见过世子爷。夫君昨夜那般辛苦，怎么多睡会儿？看来他已将昨夜之事告诉吴重。昨夜之事，昨夜之事，可是昨夜累着了。多谢爷关怀，学士在院中守了一夜，有些疲惫的缘故，方才眼前一黑。他这话是何意？不仅没同一处说昨夜之事，还极力与我撇清关系。你倒是个有趣的，旁人都想着往上爬，你却反其道而行之。夫君这话是何意？妾身怎么有些没听懂啊？夫君还未用过早膳吧？去叫宝珠传膳。是。傻站着做什么？快坐下。是。下人便是下人，站着伺候我与夫人。看来那蛊药果然有为师，昨夜定是乖乖假扮我将夫君哄好了，没给我折腾出什么幺蛾子来。是。常言道，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着。眼下他刚对我萌生兴致，若这般轻易让他得到，又不能如假扮崔一初时那般主动撩拨，他势必很快便先为所愿。但若与他暗送秋波，方是尽快将他对崔一初的喜欢转植到我身上的上圣策。
你们在干嘛？行了，这里不用你伺候了，先下去吧。是。我还有公务要处理，你自个儿有善吧。夫君，爷，你来做什么？出去。爷，为何不愿做我妾室？玉莹的清白身子都已给了你，怎会不想？那你方才故意隐瞒昨夜之事。小姐带我入府，平日里对我关怀备至，也与小姐伉俪情深，令人羡异。昨夜之事实属意外。玉莹虽对爷倾慕已久，可却不愿因我叫你们生了嫌隙。且我脸上的台毒尚未好全，若让外人知晓爷纳了我这样一个容貌丑陋的妾室，定会遭人议论编排。玉莹对爷满心关切，又怎忍见你受此委屈呢？难为你如此纯善，思虑周全。昨夜我一时情急，可有伤到你？到底是伤了还是没事？爷体魄强健，威猛非常。玉莹初经人事，实在有些遭不住。可什么？可那滋味又如饮烈酒，教玉莹10岁之味，不可自拔。明明是两个人，为何他却让我想起以前的那个遗嘱？小贱蹄子，我还道他如今变乖，懂得收敛了，竟还敢背着我用自己身份去勾引夫君。您是没听见，世子爷被那狐妹子哄得开心极了。虽说咱盘算着让他尽快有缘，可绝技不能让爷的魂被他勾了去呀。去厨房瞧瞧，将那老狮子鹿茸、牛尾，凡是壮阳之物全给我炖上。姐姐对世子爷当真是殷勤的很呢。哎，姐姐倒也不嫌累，昨夜才与爷露天寻欢，今儿又巴巴的送去补汤，这般不要脸面的讨好，难怪能将爷的心拴得牢牢的呢。露天寻欢，那狐妹子竟又用了下作法子勾引夫君，还害得你这贱婢指着鼻子嘲弄。姐姐，怎么不说话了？你入府这么久，几番亲近都被夫君拒之门外，想来连夫君的衣角都没碰到过吧？你，姐姐在闺房之趣上的造诣，真可谓登峰造极，手段之繁复，妹妹我自愧弗如。便是那秦楼楚馆里的头牌花魁，也要甘拜下风啊！哎，妹妹在旁伺候爷时，姐姐总来横插一脚，这般气量和手段，不知师承何处啊？哎呀呀，瞧我这记性，姐姐乃堂堂国公府嫡女，想来定是家族世代相传的独特本领呢。爷轻点儿。爷讨厌，玉莹错了，求你放过人家吧。贱人，竟敢背着我用自己的身份勾引夫君！
夫君，妾身进来了。你看什么？没，夫君，妾身瞧你早上胃口不大好，特意熬了盅滋补开胃的汤。夫君，怎么了？无妨，辛苦夫人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躲在柜子里，有了这10钱大补汤，今日便让你亲眼瞧瞧夫君爱的究竟是谁。夫人，你在汤里放了什么？我喝完怎这般热？夫君很热吗？妾身帮你脱了衣裳吧。抱歉，为夫还有公务处理，你先回吧。夫君，回去。你开门啊，夫君！这耗子药劲儿大，沾一点儿就没命。府中鼠灾定能彻底除尽，你们用药务必小心，绝不能混入吃食，否则脑袋可都保不住。只要你崔一出一死，到时我便求王爷让世子爷抬我为正妻。不行，绝不能让崔一楚就这么轻易被毒死，我定要亲手揭开他的秘密，将他曾施加于我的种种折磨一丝不差加倍奉还。夫人的栗子糕，你走路没长眼吗？不就是盘栗子糕，掉了，再让厨房重做一碗便是。以身易举，以受害者的姿态，将床窃之事主动揭露，并能博他同情，同时将这下毒的僧人泼到崔宜初身上，让赵玄佑对他彻底失望。不好了，走水了，快来灭火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就突然走水了？快去叫人灭火！快！那边，麻利点，快！打水去，快！火势如何了？爷放心，火势不大，已安排下人灭火。夫君，你可来了！玉莹呢？怎么不见玉莹？爷，我在这儿。玉莹，你的脸，传大夫，快！是。太好
好了，夫人，是那栗子糕有毒，所幸老天有眼，居然将那几人吃了。蠢货，你叫人算计了，连栗子糕夜夜就寝前都会吃上几口，你就偏今夜被人下毒，还被他撞着吃上了。是他，从始至终与我缠绵的人都是他。爷，大夫来了。世子爷，这位姑娘是中了剧毒啊，但看脉象暂无性命之忧。可知她是如何中毒的？您瞧瞧这个。哦。此毒并不罕见，是常用的灭鼠药，但此药毒性巨大，幸而姑娘摄入量少，老夫给姑娘开上几剂汤药，不日便可痊愈。这是后厨每日专供夫人的栗子糕。许是有人想害夫人，却叫玉莹姑娘遭了难。发现这几人很危险，我提前将床上的这事和盘还假意替他求情，如此这般，夫君想来也不会太过为难于我。夫君，妾身有错。夫人何罪之有？其实玉莹她脸上根本没有什么态度，这些日子都是她冒名顶替妾身的身份伺候夫君的。哦，夫君归京那日，与好友畅饮至深夜，妾身知你平日甚少饮酒，空醒了头疼，便亲自去煮醒酒汤。谁曾想，妾身再回来时，便听见房内，妾身一时慌了神，实在不知该如何化解这场误会，都是妾身的错，没有管教好他。玉莹自幼因生父不详，娘亲是个娼妓，遭人嫌恶羞辱，妾身对她心生怜悯，才好心带她入府。万万没想到，她竟对夫君起了心思，做下这等不知廉耻之事。妾身将她当作嫡亲妹妹，却不想她竟心思不纯，行为不检。但妾身念及情谊，便想着等她怀孕产子后，再同夫君求情。望夫君念在孩子的份上宽恕她，但无论如何都是妾身的错，是妾身没有管教好她。小姐，当真好算计，怎么醒了？玉莹被迫做小姐替身，欺瞒爷之际，自知犯了大错，不敢奢求爷原谅，但还请爷给我一个道出实情的机会。事已至此，你还想再胡言乱语什么？夫君，让他说。当初小姐你故意下药，将我送上爷的床，待我醒后，又一番威逼利诱，扮成你伺候爷。他为何会知道当初是我下药？我因心中不安，多次同他说不愿再这般，每回他都叫周妈妈狠狠鞭笞我，又趁我昏迷不醒，颠倒黑白，泼我脏水。你休要胡言！我何时下毒害你了？我方还在替你求情，你怎能倒打一耙，将我说的这般不堪？夫君，切不可信他这鬼话啊！妾身日思夜想，好不容易盼到夫君归家，为何要将你推向别的女子啊？若当初真是玉莹故意假冒小姐爬床，又怎会在内隐？只唤你世子爷，不肯唤你夫君，只因玉莹本就不愿，我不愿欺瞒爷，可却被小姐威逼利诱，不得已为之。好一个被我威逼利诱不得已为之！这样做对我有何好处？
我为何还要纵容你？这段时日一直假扮我伺候夫君。我本不想说，是小姐你逼我的。玉莹以性命担保，救我一字谎言。小姐此前所作所为，皆因她无法生育，欲借腹生子，瞒天过海。他怎会知晓此事？那我婚前失贞的事，他岂不是也知道了？不孕又是怎么回事？妾身爷，我曾意外撞见周妈妈与小姐提起，她伤了根本，此生无法再孕之事。也因此我才明白，她谋划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她无法生育的秘密。夫君，玉莹她向来满嘴谎言，无论她如何破妾身遭事，夫君都千万不要听她的。既然爷替身一事，玉莹已是愧疚万分，却不敢，也不愿再对爷有任何欺瞒。传大夫来诊治一二便知。来人，传大夫。不，绝不能让大夫把玩。一旦被诊断出我是因房事伤及根本，导致无法生育，这一切都将无法挽回。爷，大夫来了。夫人，别碰我！夫君是妾身糊涂，不该瞒着你此等大事。可一想到夫君知晓此事后，会使我厌恶甚至疏远，休弃了妾身。妾身这1年多来，夜夜辗转难眠，满心惶恐，真不是故意欺瞒夫君啊！爷，方才有一下人指认，说走水前曾远远瞧见静姨娘从后厨出来，宝珠紧随其后，便去了后厨端走了栗子糕。吩咐下去，静姨娘谋害主母，即刻杖毙。丫鬟宝珠护主不力，罚50大板，赶出府去。主母今夜受到惊吓，卧病不起，差人好生伺候。若无本世子允许，任何人不许让。不要！夫君！这竟将虎药下于他服用的汤药中，如今还未到毒发之期，揭发他婚前失贞之事，再审一审。怎么，在想本世子会如何处置你？怎么，在想本世子会如何处置你？玉莹虽是被迫无奈，却终是做错事，伤了爷的心，所以不论爷怎么处置，玉莹都毫无怨言。好一个被迫无奈！你明知来鬼水，他不会让你伺候，你便故意诱哄我扇他，是迫于无奈。你明知我怜你惜你，故意借我之手对付周婆子，是迫于无奈。你故意用箫声引我注意，用自己的身份献身于我，又推拒不做我妾室，是迫于无奈。你笑什么？见本世子被你如此玩弄于股掌间，你很得意。小姐多番逼我，我一时情急，才想出这法子，怕她露出破绽。周妈妈多番欺辱我，我确实恨极了她。至于推拒也，全因小姐来我娘亲骨灰下要挟。她虽未曾言明，但我只想，她是怕，若我成了爷妾室，她想借腹生子一事，便再无法进行下去。其实也还漏说了一件事。好，还有什么？你可还记得于莹搬娃去书房那日？那日前夜，我拒绝再做小姐替身，她当下答应，背地里却嘱咐周妈妈处置了我。我害怕极了，想向爷坦白，求得爷先生气。可我清楚，即便我是被小姐下药设计，但终究是欺骗了你，不值得被你原谅。尤其我这般出身卑微的人，没有机会靠近，仰望爷，便已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尤其看着你对我越发的好，那般情真意切，
我更不舍在欺瞒呢。一想到此后或许再也见不到叶，玉莹心如刀绞，这才设法接机，想要再多看你一眼。也希望若我死了，那花儿能代替我，一直默默守在你身边。我自知身份低贱，不配与夫人一起伺候你。原来那时他便暗示玉莹出身卑微，恰似尘埃蝼蚁。你于我而言，是高悬于9天的曜日，从未敢奢望能有幸得你垂怜。你总问我为何喜欢抚摸这些老茧，之前顶着小姐身份的我，无法将心底翻涌的那些话说出来，因为这些老茧是你挥洒血汗、保家卫国，用命换来的勋章。每当他们抚过我的身体，我都不禁因着启智的幸福而微微颤栗。我很清楚，这份怜爱是我偷来的。对不起，纵使我几次三番，迫于无奈利用了你，但对你的心从不掺一丝虚情假意。能死在你手里，玉莹绝无怨言，甘之如饴。只盼来生能有个好出生，能早一步与叶相遇。果然，赌赢了。他心中有我，虽已出，不消多时前世仇怨。我将与你彻彻底底做个两断，让你血债血偿。玉莹，又来这一套。当真觉得本世子会一次次被你这拙劣伎俩勾引？说，这回打算用什么手段？玉莹没有，这1个月来，我都是趁你不在时，才过来照料他。我知你不想见我，有他替我守着你，便够了。爷若不信，玉莹可以对天启誓言，绝无半分勾引爷的念头。你不想勾引我？爷，爷，人家来鬼水了。还用之前的法子，好不好？怎么了？不碍事的，爷。
女子来鬼水时偶有附托，要不然也还是先回房吧。赶我？不是，玉莹是怕藏了爷的衣服，算起来也有2回了。2回吗？上次雨爷在书房外便沾上了，还有就是爷刚回京那一夜，当时玉莹还挺奇怪呢。奇怪什么？小姐让玉莹代替她伺候你，玉莹又落红，难道你不会奇怪吗？小姐怎会再次落红吗？新婚夜因他不舒服，我们并未圆房。此番回家，他让玉莹假冒他伺候我落了红。若借腹生子的秘密未曾暴露，将来他要如何解释2次落红之事？爷，明日小姐生辰，如今她也被禁足快1月了。她虽犯了错事，但终究是因为太过在乎你，不如解除她的禁足吧。你倒是很大度。玉莹才不大度，小心眼得很。但因为爱爷，所以才会努力克制。崔遗嘱，你我2辈子的仇怨，明日该彻底了结了。夫君特意在今日解除我的禁足，还愿陪我一道用膳庆贺，心中定是有我的。今夜定要抓住机会，跟夫君圆房，与他重修旧好。你在做什么？妾身方才在找耳环呢，见过夫君。这些日子，妾身寝食难安，懊悔不已，还望夫君莫再怪罪妾身。多谢夫君怜爱，愿陪妾身共贺生辰。夫君向来甚少饮酒，今夜将他灌醉后与他圆房，再找机会将那瓷瓶中的鸽子血洒到床上，便能顺利度过落红这关。爷，玉阳姑娘突然晕倒了。什么？夫君！夫君，妾身还以为你今夜不会回来了。妍儿怎么突然晕倒了？爷怎么来了？爷儿没事的，你快些回去陪小姐。好好躺着，此举都病倒了，还惦记着旁人。当初若非小姐下药，妍儿如今也得不到爷的怜爱。莹儿抢走了爷的爱，实在心中有愧。爷，不好了！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？说。奴婢刚路过夫人院子时，见一男子鬼鬼祟祟进了夫人房间。奴婢还听到什么？说。奴婢还听到屋里头传来做那事的呻吟声，奴婢不敢多听，便立即来向爷禀明。怎么可能？小姐这里守节极爱重爷，定是你这婢子看错天差了。小姐，定不是那般不知廉耻之人。
小姐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？小姐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？夫君，你听妾身解释，妾身也不知为何没有落红，但妾身是清白的。小姐，你莫要再顾左右而言他，快向爷好好解释清楚。你给我闭嘴！夫君忘了方才我们有多恩爱吗？妾身的反应做不得假啊！妾身真的是清白之身。小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爷方才一直同我在一起呢。什么？你方才说没有落红，难道这不是你第一次偷人？你扫没了清白身子？你这个贱妇！贱人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这个贱妇！夫君，方才妾身明明是和你，是你搞的鬼，对不对？我就杀了你！这心狠手辣的毒妇！方才莹儿还一直替你说好话，若非她求情，你以为本世子今日会解你禁足，还同你一起庆贺生辰？夫君，是这贱人算计我，方才妾身以为是你，这才妾身是被陷害的呀！妾身与你成婚后，从未有过予娶之想，你一定要相信妾身。小姐，成婚后未有过？难道小姐的意思是婚前有过？闭嘴，你个贱人！难怪成婚当夜你多番推举本世子圆房，原来你这国公府嫡女早就是个破鞋。妾身没有与人苟合。小姐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欺瞒爷？你若方才没有偷人，脖子上的红痕如何解释？你若此前没有偷人，为何又说自己是清白之身，却不知为何没有落红？你若婚前没有偷人，为何只说与爷成婚后会有过越矩之嫌？崔宜初，三番两次戏弄欺瞒本世子，如今还做出这等不知羞耻之事，简直是自寻死路！来人，将这贱妇拖出去！崔宜初，你也有今天！果然终于发作了。崔宜初，前世你将我折磨致死，今世你便好好尝尝被这骨疼酸心，啃噬血肉的滋味。死了，崔宜初死了！重活一世，我隐忍盘算，终大仇得报。崔宜初一死，我便放火烧了院子，趁着混乱逃出了世子府。听闻赵玄佑为掩饰自己将发妻活活打死的罪行，借着我故意放的这把火，对外宣称崔宜初是因与万男苟且，意外引发走水，最终被大火吞噬。如此一来，葬身火海，倒也算是还了我利用他复仇的恩情。从今往后，前世种种是非恩怨彻底两清，我也要开始找寻属于我的自由与幸福。姑娘，
你在想什么呢？我想，该找一位如意郎君了。